大家好，欢迎回到宋书新语。那前两天我们刚聊过，马斯克联合了一众大佬1000多人联署要求暂停 GPT-4 更高模型的开发暂停6个月。那么暂停6个月之后呢，他决定是不是继续搞这个事儿？原因呢，他认为呢，AI 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不管它，它很有可能会取代人类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很科幻的疑惑。当然了，它这个公开信发出不久这一轮这个 AI 的代表企业就是 OpenAI 又迎来了真正的麻烦。那么马斯克发出的公开信算不算群众举报呢？应该算，但是呢，还有更具体的举报。比如说有一个组织呢，就向 FTC 美国 FTC 提出投诉，他说OpenAI 发布的 GPT-4 的大型语言模型违反了 FTC 法案。这个组织叫非营利组织人工智慧与数位政策中心这个 FTC 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那是美国这个关于内贸这块非常大的一个关于贸易这块十分大的一个政府组织。那这个理由呢，算上10名就实事的这个人民群众举报了，所以 FTC 也得管所以 FTC 可能已经决定调查 OpenAI 的这个 AI 是否透明、公平和易于理解的这个可能。那这个事儿对于 OpenAI 对所有的 AI 公司来说可能都是个难点。大家知道 AlphaGo 刚推出的时候当时这个一众大佬们就是围棋大佬们很懵逼他怎么就赢了我们呢？但是连开发者连这个 OpenAI 连这个 AlphaGo 之父他都说不清他是怎么下赢的。就是 AI 的决策它是一个黑盒子，他能想出一个可能更高明的以前没有的招来，但是呢你并不能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那现在呢这家人民群众举报说 FTC 你必须让 OpenAI 给我们说明他是怎么这个就是怎么弄出这个模型的。所以这个事儿那么对 OpenAI 以后的这个模型发布都带来相当影响比如说他们还提出OpenAI 在推出 GPT 产品和服务前呢，必须进行独立审核，并建议呢 FTC 建立一套事件报告系统和生成式 AI 的正式标准。那这个事儿呢，目前说起来有点难为领导了。为什么呢？这是世界最聪明的人在最前沿上干的事儿，只有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呢，如果政府瞎出手、瞎指导，很有可能就会让这个行业夭折。你说是不是道理如果政府比这些企业还能耐，那你政府干不就得了吗？你干嘛让企业干所以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说呢，还没有明确的结果。当然来说，对不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民举报投向美国政府你管不管 OpenAI？ 因为前面1000多位可全是大佬不是教授就是专家要不就是学者，要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有很多签署这个 OpenAI 的这个就是要求 OpenAI 停止研发的呢，确实都有是一些业内比较知名的人士，但是也有反对的你比如说我们上次说过的那个，在2018年获得图灵奖的有3位大佬有1位大佬支持的，有另一位大佬他就反对，反对你暂停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现在 ChatGPT 风头这么劲遭遇一定的波折，甚至是不叫打击，或者是这个峰回路转是完全可能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对 ChatGPT 主要是其实就是在它有没有错误、偏见、仇恨言论上。那实际上呢，从我使用来看我最近呢正在做一期这个 Bard ChatGPT 它的这个包括文心一言对比的这么一个视频正在准备素材。从我试用的简单的应用场景来说， Bard 不比 ChatGPT 差多少，他们都体现了强烈的西方的政治正确比如说举个例子说这个咱说小明也好，说 Jerry 也好，说是小明吧，说小明是我爸爸的外孙。当然这个外孙你发现到英语里边就 grandson 是吧？就小明是我爸爸的 grandson， 那小明应该叫我什么用英语提问的。那这里边呢Bard 就得出个结论来，他说呢按道理是应该叫你舅舅也可以叫你先生，但是呢你可以选择让他叫你任何其他的称呼。就啥意思呢？现在你要在去西方国家旅游，有的国家的表格上就你要申请的表格上都有了性别，都有了4个性别，男性、女性、不知道 X 性别。
这是真的，有的还是5个。以前咱们做程序很简单，是吧？就个下拉表单啊，男性、女性，没有非没有哈。那现在不是了，现在的下拉表单已经4项了，还有可能5项。将来人的性别会不会到10项啊？所以目前来说 ，ChatGPT 和 Bard 非常注意这个性别的这个歧视啊，避免性别歧视。这就是我们说的小心翼翼的 ChatGPT 啊，依然躲不过大家的人民群众举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聊聊意大利啊，意大利呢已经禁止 ChatGPT 了啊。那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表示啊，OpenAI 的聊天机器人呢 ChatGPT 涉嫌违反数据收集规则，他们要展开调查。从即日起呢，禁止使用 ChatGPT。并暂时限制 OpenAI 处理意大利用户的数据。这个意大利还是比较个性的啊。意大利这个监管机构他认为呢，他说呢，3月20号啊 ，ChatGPT 平台出现了用户对话数据和付款服务支付信息丢失的情况，就出现了这么个意外。此外呢，平台没有就收集用户的信息进行告知，缺乏大量收集和存储个人信息的法律依据。大家知道现在所有的应用其实都存在一个收集用户信息和这个储存的过程，但是呢，你要在符合当地的法律情况下来弄的。那么意大利监管机构就认为呢，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表明为了训练平台运营背后的算法而大规模的收集和存储个人数据是正当的。所以OpenAI 公司必须在20天内通过这个他在欧洲的代表那么向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通报公司执行这个保护局要求采取的措施，否则呢将会处以2000万欧元的罚款，或者全球营业额4%的罚款。那当然，现在 OpenAI 可能还没盈利呢那肯定就是直接罚2000万了，是吧？那意大利个人数据保护局指责这个 ChatGPT 呢还不能检查用户的年龄。那么这款应用程序呢，只应用于13岁以上的人群。从去年11月份这个 ChatGPT 发布以来呢，ChatGPT 可以说风头最劲包括微软、谷歌、Meta 在内的所有的科技巨头都是 all in 了，几乎都参与到了这个产品开发中。那么企业呢，纷纷把 ChatGPT 或类似的技术集成到自己的应用和产品，当成一个趋势。那根据上个月瑞银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瑞银报告还是有效的不要看不起瑞银。今年1月也就是 ChatGPT 发布2个月之后它的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个亿，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呢，欧洲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也发警告说他说 ChatGPT 可能被滥用于网络钓鱼、虚假信息和网络犯罪，这就引发了从法律和道德方面一系列的担忧。最简单说，如果一个文化不高的骗子和一个文化非常高的律师，如果要骗一个人写的文案，你觉得谁的成功率高？那当然是律师了。那当然，如果有 ChatGPT 加成，那这个文化不高的骗子，他可能就会写出一个特别完美的文案来进行欺骗。所以这个事儿你想想是不是有点后脊梁骨发冷但是人家 OpenAI 已经有一系列的这种防范措施了。那再一个呢，我们就说到正主了，聊聊正主，就是 OpenAI 的老板了，这位奥特曼OpenAI 的老总叫奥特曼不是你小时候看动画片那个奥特曼，但是他确实就叫奥特曼那奥特曼他说 AGI 就通用人工智能可能杀死人类，他说不否认可能有这种可能奥特曼说呢，我并不否认过分强大的 AGI 可能杀死人类的这一观点他说必须承认AI 杀死人类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很多关于 AI 安全和挑战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并尽早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就是在回应马斯克和一众社会名流要叫大家抵制暂停 OpenAI GPT-4 更高模型的开发，就是说打住，到这儿就行了，大家不要再往前走一步了。但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肯定是打不住的呀，停不住的，对吧？那当然和这个奥特曼他们公司还有关的是什么呢？就奥特曼他们还投资了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进行了第2轮的融资。我们前面也讲过，ChatGPT 应用于盲人的现场图像的识别，就是盲人假如说他看不见东西，用手机照张相是吧？之前有个应用呢是靠人工志愿者
看到这张照片以后，告诉这个盲人说，哎，你左边是抽屉比如个杯子，右边有个什么东西，哎，相当于我是你的眼。那现在有了 ChatGPT 之后，你只要一照，这个人工智能就会告诉这个盲人，哎，你要找的手机线在左边第2个位置或者怎么样的，就能告诉他了。那现在这个技术用到机器人上，无非就是让现在的机器人有一个真正的大脑，能听懂人的话。那这个公司呢，叫挪威的一家叫 EX Technology 这个公司。那么 ChatGPT 就它的 OpenAI 公司啊，就投资了这个公司啊。那么现在呢，这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呢，融资了2350万美元啊。那么 OpenAI 它的创业资金就投了啊，其他的人也有投的。那么获得融资之后啊，这个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很高兴啊，他说呀，那 EX 很高兴能得到 OpenAI 的领投，因为我们的使命是一致的，将新兴技术有意识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哎，在我们投资者的支持下呢，我们将继续在机器人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并领导全球劳动力市场。这个机器人啊，我也特意看点资料，它之前是怎么玩的呢？它这个机器人实际上是个遥控机器人，哎，它是个人形的。比如说，我要让它在工厂搬东西，它是呢有一个人戴着 AR 和 VR 眼镜，带着遥控器在操纵这个人来走，哎，相当于是有点像那个开无人机的驾驶，它是个无人机器人这么个驾驶。那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它就不用人操纵了，可能。那当然了，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跟马斯克的业务有冲突的呀。大家知道，马斯克曾经展示过他的Optimus 擎天柱那个机器人是吧？那么马斯克在发布会上曾经说呀，目前的机器人是没有大脑的，没有能在现实世界中导航的这个智能，而且非常昂贵，产量低。但是现在如果 OpenAI 和人形机器人公司牵手，哎，我给你一个大脑，我让我的人工智能成为一个通用的能源一样的插进去，哎，你的机器人就能动，是吧？就有了治理。你看一个开发机械装置的公司自动这个控制技术的公司，如果再让他投入巨资去开发人工智能，是不是有点难为他们了？哎，你如果能给我一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模块，我直接接上去就能用，这不是很好吗？哎，所以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个趋势那么如果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这种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范围普及，将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且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那么实际上关于上一次就是前2天马斯克说的那个暂停人工智能开发里边也是提到，你是不是要所有的岗位都被机器所替代？那现在呢，ChatGPT 的这个爆发突破已经带来了市场上很大变化。前面我们做过一期很多的岗位呢已经逐渐被替代那么全球预计将有3亿个工作岗位将被 AI 取代，像律师、行政人员是最有可能被裁员的岗位。我也很早就说过，我说放心吧，搬砖的不用太担心，反而是那些高价值的工资那些工作会要担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开发这些 AI 的投入是很大的，它不会先把它用在那些低价值的岗位上。所以高盛的研究也发现目前欧美大概有2/3的工作岗位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 AI 自动化趋势的影响，而多达1/4的当前岗位呢，有可能最终被完全替代。那这个研究计算出，美国有63%的工作暴露在 AI 影响范围中，其中7%的工作呢，有一半以上的流程可能有 AI 自动化完成，这就使得他们容易马上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在欧洲在这些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呢 ChatGPT 不光是这个在文字处理在图像、声音合成方面的能力呢，确实是刷新了绝大多数人们对于人工智能 AI 的认知也带来了担忧那更大的担忧呢，就是那几位大佬提案的那当然现在这个 AIGC 还是人工智能，我们谈的还早。那么 GPT-4 里边在论文里边只是谈到了它有初步的推理能力，那么它可能有一个人工智能的雏形，但是离我们电影中看到的人工智能 AGI 还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危险的。那这是我们讲OpenAI 它相关的这些产业以及对我们工作影响。前不久百度也发布了它的这个多模态的带引号的这个工具 AI 工具文心一言。那么在发布会上李彦宏提出来一个目标呢，就是他们会深耕
一些小的领域，比如我做一些单独的行业，金融的呀、电力的呀，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因为它很有自知之明，因为在中国要做通用做 AIGC 做通用的这种 AI 模型啊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具备这个环境。但是呢，做行业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对手来了，彭博社牛逼吧？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财经通讯社，彭博社研究员啊，现在构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特定领域数据集，并训练出具有500亿参数，并且专门用于金融领域的 LLM， 叫 Bloomberg GPT。经过测试啊，这个模型呢，在金融任务上表现的远超现有模型。你看，人家已经在搞了，论文出来了，东西也出来了，专门应用在金融领域的这么一个 GPT。那么和现有模型比啊，各方面参数都超过了。所以呢，这个也有人曾经就彭博社这个搞出 GPT 模型的提问这个 ChatGPT 表示还是很乐观，他认为呢，彭博社呢有这个大量的金融数据源，那么构建了这么一个大的数据集的话呢，肯定是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彭博社呢是构建了一个3630亿个标签的数据集，支持金融行业的各类任务在执行金融任务的表现呢是远超过现代的这些通用数据模型的，并且呢在通用场景上表现和现有模型呢也能一较高下，就是它不光在金融的领域的表现出色，在通用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领域也比较出色。所以现在彭博社的这个报告这个论文来看呢，对金融行业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颠覆性创新。那么在前几年陆续的国内就有一些企业在推出自己的类似于写财经稿的，包括腾讯就发过一个这个论文嘛，就是他们很多的稿子都已经机器人写了。但是现在呢，彭博社这个 GPT 和原来的那种智能写的通用的文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了情绪。特别是它能甄别情绪那么彭博社呢，是成立有40多年了它攒了很多很多的金融数据。那么在这个它的发展过程中它就是说创建了一个拥有7000亿个标签的大型训练语音库那么它的这个彭博社的 Bloomberg GPT 的训练数据库模型的叫 Finpile Finpile 它是由一系列的英文金融信息组成，包括新闻文件、新闻稿、网络爬起的金融文件以及提取到的社交媒体信息。那么这个Finpile 呢，它的训练数据集中有一半是特定领域的文本，一半是通用文本。那么为了提高这数据这个质量每一个数据集都进行了去重的处理。那么利用这个庞大的数据集，并且基于通用和金融业务的场景进行混合模型训练， Bloomberg GPT 就来了。那么通过这个训练结果显示它在金融领域的表现是远超现有模型的。那么它的优势呢，就是所谓的不可替代性和准确性能干什么？具体能干什么？是不是就是写稿的？还不只是写稿的，它能写出一些可能超过或者接近人类水平的稿子。比如说，他说他能做到这个，就是过去的 AI 无法理解财经新闻背后的情绪，那现在呢，他能理解这个情绪。比如说，他们举个例子，情感分析为例一个标题为某公司将裁员1万人，那在一般意义上表达了负面情绪。但是从金融市场的情绪来看，它有可能被认为是积极的，因为这个做法呢可能提振投资者信心，使公司的股价上涨，对吧？裁员呢，你看裁的是谁？被裁的人肯定是消极的。那老板或者投资者如果是减负了，业绩提升了，那就是积极的。所以从这个测试上来看，Bloomberg GPT 呢，在5项任务中有4项表现最佳。所以这个事情呢，目前来说呢，还在继续发酵。当然了，这个除了写新闻稿还有没有别的用？目前来说呢，除了这个金融数据咨询、回答金融相关的问题之外Bloomberg 未来可以被新闻领域广泛利用，包括呢这个写简短的标题，然后自动生成文件，然后你查询相关的金融知识。大家知道在 ChatGPT 里边很多涉及到钱的、涉及到价格的东西，你问他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第一个是数据集不够，第二个呢他确实可能没做这个专项训练你最简单的就是说问一些常用的东西的价格，他总出错所以 Bloomberg 这个现在呢推出了这个东西之后不是这个填补行业空白，而是他开创了一个
就是说在 GPT 细分的领域啊，它拔了头筹。那当然，很多人认为啊，你这还早呢吧？你怎么不开放啊？你现在网友都不卖账是吧？你只发布报告啊，不发布模型。你人家百度虽然是个 PPT 发布会，人家后来也推出了试用了嘛？你怎么试用还没推出来呢？所以现在呢 ，Bloomberg GPT 被放到了聚光灯下。如果它短期内它不开放，大家可能对它会信心大减；如果它会开放啊，一定程度的内测。那对于彭博社来说，对于整个金融领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那这是一个超级重磅炸弹。那好的，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啊 ，ChatGPT 以及相关的消息啊，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前后啊讲了不少，主要呢是现在呢最激动人心的3月份过去了，那么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马上要到来的4月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不断的抛出重磅消息的这么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会持续关注，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